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当你们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那么在未来的半年内，断联中的他主动联系我的这个几率会有多高？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给予大家的讯息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感受会是什么？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的验证牌的部分。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宝剑8。那宝剑8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目前你们对这段关系的话，你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像是放不下的心情，也就是说，其实你们都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不要一直去想着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对这段关系的一些期待，或者是你们在对这段关系里面一些比较怨恨、憎恨，或者是对这个人一些不信任的感觉，又或者是说对这个人有很多的不满。其实你们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一直也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任何的感受跟感觉。虽然你们一直不断练习，不断的想努力，可是呢，在无论你们怎么做，经常还是很容易的会去想起这个人。而且当你每一次又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感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并且也觉得非常的绝望。那你们对这段关系的话，想离开，但有的时候又因为当那个心情存在或是出现的时候，你们又没有办法去放下，所以导致于你们在对这段关系，也可以算是一种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的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们还是有抱持着一点点的期待，或许是因为这个期待，所以宇宙才牵引着你们来看到洋洋的这支影片。好，来去往下看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好的，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恋人牌。那恋人牌的话，就意味着说，有一部分的人呢，现在是已经很快找到下一个对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们现在有尝试着努力，要让自己去多和不同的人接触，或者是说和不一样的人相处看看。也就是说，你们原本对待感情呢是非常的忠于这个人，但是在被这人伤害了，然后这个人就这样子离开了，或者说我们俩之间就这样子没有联系了之后，反而是导致于说，让你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很想透过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忘掉，或者是说你现在是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回来，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回来的话，你会考虑去接受他，但如果说他都没有回来的话，你会想要继续过好你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所以你也会打算现在呢继续去认识其他的对象。但是很明显就是你不管认识多少的人，或者说你不管和多少的人交谈，其实你都会觉得没有人可以走入到你的内心里面，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不管你多么的诚心，用诚挚的感情、诚挚的心去和新的人相处，可是你就会觉得中间好像仿佛有一道隔阂，又或者是说每一次关系可能有可以进展的机会的时候，又容易会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观念不合，或者说想法上的不同，或者是对方态度突然冷掉了，然后关系就这样突然断掉了。所以其实
导致于说让你现在对于爱情的话，比较正向的人，或者说比较积极面对生活的人，你们就会觉得没关系，我就继续找下一个人。那如果说不是属于我的就算了，也没有想要再那么执着在感情，或者说特别某一个人身上，因为你已经觉得累了。那如果说是比较负面的人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遇到属于我的爱情？又或者说你是不是受到诅咒了，都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段的感情？所以其实在面对说积极跟是应该说比较正向跟比较负面的人的话，两人想法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的情况。但不管是怎么样子，看起来就是你们这两种性格的人，你们的内心中的感受的话，其实都会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办，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很想谈一段属于你们的感情，可是又找不到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你们找不到属于真正适合你们的人。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2。好，那钱币的话，很明显就看起来说，其实在你们目前的关系里面的话，就是说你们现在个人状态，你们会把自己给照顾好。有工作，你们就会把自己投入在工作，或者说你们自己人生未来的目标跟方向。但如果说有一段属于你们的爱情，你们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话，你们会完全的投入在感情里面，然后可能工作就是可以过就好，或者是说有不错就可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积极的那方面。可是因为在失去这个人之后，你开始意识到，当一个人没有感情的时候，如果也没有工作，那种恐慌的程度是非常的可怕。或者说当没有那个对象的时候，你的生活重心就都没了，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不可，就是说比较不希望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崩溃的情况。所以在你失去了这个人之后，其实你反而也意识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人生还是要去向前走，人生的东西都不能去放掉。那但你们前面已经经历过一段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或者说你无精打采的那个时候，所以也是蛮为选到这种你们很开心，就是你们已经度过了那一段可能比较痛苦的时期，或者是说有点彷徨无助，或者是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的那个状态。好，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现在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个感受，或者说你们现在目前的人生的状态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就麻烦你们可能要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那来继续往下看，我们就在未来半年内的话，从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开始时间，因为有的人可能会等8月啊，或是可能等更久之后，也可能会看到这支影片，所以我们就设定为从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未来半年内。那断联的他有没有可能主动回来联系你们的这个几率有多高？那我们就来透过对方他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来判断他的行动究竟会是如何。好，那我们就一样呢，来按照平常的方式，要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的最具代表性的牌。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3。好，那宝剑3就会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算是蛮恭喜你们的原因是在于，对他来讲的话，他其实现在心里面还是蛮在意你们的这段关系。那也是因为他觉得感受到悲伤跟痛苦，所以他才会那么的在意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相处的状况。不过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这段关系已经断联了，那你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所以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段关系。那第二个就是就算你们已经断联非常久一段时间，可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相处的回忆跟各种点点滴滴的过往的相处的过程，他其实在心里面还是蛮常容易会去想起你们曾经对他的好。那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他现在身边有的人可能会跟他提起关于你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些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情况又再次发生，那他就会容易睹物思人，或者是触景伤情。所以其实也可以明确知道说，这个人他还没有从你们这段关系走出来。所以当塔罗牌出现这张牌的时候，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洋洋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算是还蛮有机会的。可是为什么算是还蛮有机会？原因是在于说，对方因为在意你，
他才会觉得难过。可是这边就看到说后续他的想法会不会转变，因为有的人可能面对说已经失去了关系，会选择难过方式去面对，可是却没有想要做任何挽回的事情，这个是会有可能，就是继续当我失去就算了，那可能我遇到下一个，或许可以把那个人当成备胎，或者说那个人可以用新的一段关系、新的一段感情来去弥补，或者说来去覆盖原本感情中的一个伤痛，所以才会有的人建议就说，这不是洋洋的建议啦，只是说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说你要忘记上一段感情，或者说忘记某一个人，就是赶快投入到一段新的关系。那如果说你在新的关系里面，你还是一样没办法去忘掉那个人的话，表示你就真的很爱那个人。那只是看起来这个人他目前是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他自己的感情的状况。那其实这种的模式跟做法，并不是这个人一定会这么做，只是洋洋跟大家分享有这个说法。那大家对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各自的评断，对，我们就也不要去就以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就好，就也不要去说别人这么做有多糟，或是说有多好。对，就是看你们个人自己的一个成长背景经历，或者说感情上的思维，你们自己去评断这件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那你去往下看，再更细微的一个资讯是什么？魔术师。那魔术师如果说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关系上面突然的转变，或者是说两之间的相处模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到新的环境，或者是说他的人事物真的也都变得不同了，所以他其实还蛮容易会去回想起过往美好的事情。其实这边蛮不错，就是因为他想起来的都是好的事情，或者说都是想起两之间甜蜜的回忆。那只是在这甜蜜回忆里面的话，当然一定会有应该算是说把原本比较不好的那个状态，那些的回忆，它会脑海里面自动把它转换成是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在所谓人性里面最常容易碰到，就是无论你以前过得有多糟，那其实只要时间够长够久，再多可怕的事情，或者说再多痛苦的事情，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会自动帮你修正成为伤害性没那么高的一个过往。那当然有一些心理上的创伤的话，当然也不能这么讲，所以只是以最大普遍来说，那是一个脑海里面一个记忆体，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会去转换成美好回忆。那只是刚好在这个人本身是属于这样子，并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在跟你分离或者是分开之后，他才发现到说，原来你这个人或者说你们相处过往，你带给他非常多正面的能量，或者说你带给他人生中很多启发。所以呢，当他在想起你们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他大多来说，他内心中的感受跟感觉都是快乐的。那当感觉到快乐的时候，那就一定会舍不得。那当舍不得的时候，关系又是分开分离，然后没有任何联系的状况之下的话，心里面就会觉得很难受，那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看起来其实他的这个悲伤感觉心理状态应该是真的有持续了。其实主要是要看你们的断联啦，断联的状况，因为洋洋会觉得说断联的人通常会建议至少要半个月到1个月以上，那才能算断联。如果说2个礼拜没有联络，可能最好是把它算成是比较少在联系，这会比较好。那当然，如果说是以断联1个月以上的话，那不得不说，其实对方想起你们这个过往的回忆里面的频率是蛮高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断联大概1-2个礼拜的人的话，他大概想起来的频率只有1次而已，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多。那2个礼拜以内的人的话，想起来的那种是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件事情。那平常就是会有点像说隐隐作痛感觉，但不会有太多的明显。那隐隐作痛就会慢慢的累积。那如果说是真的你们已经断联蛮长一段时间的人的话，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以上的人，或是1个月以上的人，那这段关系其实它
他算是说有时候想起来5到10分钟，然后会蛮痛苦的，很难过，然后等过大概第11分钟开始，他又会恢复那种自然的心情的状态。所以其实在这个人想起这段关系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其实停留在心里面那种感受会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再抽到的是吊人。好，那吊人的话就意味着说，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很明显，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要他去为你做什么吗？还是说你希望他可以为了这段关系去挽回什么吗？完全没有，他反而有点像是说，他觉得他现在所做的这个决定并不是错的，可能他觉得很难过很难受，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个方法是对的，或者是说对彼此双方来说的话，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心里面没有后悔，但是他蛮难受就对了。他会觉得那个后悔心情比较像不会后悔心，表示说他对自己所做这个决定是不会后悔，但对失去这段关系他是有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会认为他处理的方式可能不太对，或者是说两人在相处过程里面，可能他有发现到你有点暧昧的情愫，或者说你有点投入太多，他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候，他觉得应该要踩刹车，或者说他在发现你，或者说你快要完全投入的时候，他应该要马上的制止你，或者说马上让这段关系做切割，因为蛮明显就是你们这段关系算是拖了有段时间。并不是算是那种刚认识人，可能你们也不会觉得来特别选到这一组啦。如果说你真是刚认识选到这一组的话，那就有可能因为他过往的感情史里面给他蛮多的伤害，所以当他会觉得你这个人的性格啊特质跟他之前原本伤害他人有点像，所以他会不自觉的去套路在你们身上。那大部分人来说，选到这组的你们都是相处了真的还蛮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你们的回忆才够多。那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地位也蛮高的，对。好了，我们就是希望他可以赶快鼓起勇气，不要再当个弱小的小老鼠，一直躲起来。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呢，就代表说，这个人他知道，其实如果说继续选择断联的话，双方之间的感觉跟感受都不好，可是他却还在等他自己去处理，或者说去面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思维。那这边就意味着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在对于感情的话，很有可能他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那种会突然消失不见的那种人，他比较不会是那种想要主动去改变这段关系，或者说去改进这段关系。他会觉得如果说这段关系不适合我们，那他就会选择自己去断开，然后去找新的人、新的对象，或者是说去投入到新的环境里面。所以呢，很明显就是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对你的感觉虽然他觉得蛮难过的，可是他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去放下。所以呢，他也很努力的去转换他自己的一个注意力。所以现在这个人他一定会想要去尝试他从来，或者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原本他可能不会去做的，或者说你们本来很介意的很不喜欢他做的那件事情，或者说你们不希望他去做的那件事情，在你们两个之间分开之后，他反而会去做，然后他反而会选择去尝试。那他会一直持续去做，台面上的话是没有这个讯息，也比较没办法看出来。那这样可以明确知道说，他会希望透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步调，来去改变他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心境，或者是说他内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他会希望说，他自己不要因为你就一直停留在过往的回忆里面。我们先姑且不谈论是谁先主动断联的这个状态，但是基本上对他来说，他反而会有一点去责怪你的意思。
因为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就是因为想法上面是不一样的，或者两人之间在对于未来的展望啊，或者说未来的蓝图、未来的规划或许是不同，然后两人之间对于关系中的期待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会觉得是你不愿意接受他的想法，或者说是你不愿意去听从他的建议，你不愿意去改变，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去责怪你的这个意思，或者是说心里面是比较没有去疼惜你，他反而会比较是注重他自己，觉得如果说以后遇到像你这样的人的话，他要怎么去改变，或者是说他改变是说他如何去改变他自己的方式，或者是说当未来有机会再遇到跟你同样类型的人的话，他如何去预防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所以呢，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他的未来的话，通常是真的是比较以他自己为主，以他自己为重。那他还是蛮渴望说他自己遇到的下一个人，或者说新的环境是能够去善待他的。就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会觉得有的时候啦是你的问题，对，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不爽。对，就明他，我们先不管是谁断联，那一定是他自己有问题啊，不然怎么可能他会都不来找你们？如果他真的很在意你们的话，他就应该付出行动啊，怎么好像都讲你们的问题的状况一样。好，我们现在抽到是宝剑九，那宝剑九就意味着说，他其实心里面有预设好，也都知道，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他离开了，你们会多难过。或者是说你们会多么的想去放弃你们可能会坚持这段关系好一阵子，那只要等到你们等到应该说等不到他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应该会选择放弃了，这是他一个心里面所预设的，也就是说他在决定要去做不跟你有所联系的这个想法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他心里面的话就已经有很多的预设的立场，或者说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想法，就比较没有想要去专注，或者是说比较没有想要去顾及到你们心情，他就是真的以他自己为主，所以他也知道说你们会很难过啊，或者说会很痛苦，或者说会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他也知道他在你们心里面是有多么的重要，可是呢，他却不会想要去怜惜你们，或者说也不会想要去怜悯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关系之中的两个人走到现在这个状况，是他可以预知的，也是他可以想象得到的。只是有时候他还是会想起这段关系那些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依然是那个永远都无法被人取代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你们的有一些的个人的特质确实是有，只是他还是会有点渴望，就是说在下一段关系或者说未来的人，会不会有机会再遇到跟你同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些特质的话，已经加入在他所想要找条件的清单里面，可能原本没有，那你们这个人的出现，让他有一些新的启发，或者说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对，这边的话，洋洋要做一下记录，就是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些同志的讯息，后面洋洋再补充一下。对，那像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中，无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性向的话，对他来说，你们在他心里面呢，虽然蛮重要的，但是他却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的行动，就算是就是默默的等待，看时间有没有可能去把他在乎你们这件事情，把他去洗涤掉。洋洋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的想法思维上面有点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不知道说你们的心中想的那个人，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属于比较负面，或者说比较不喜欢跟人群接触，或者是说沟通上面是比较有障碍吗？还是说可能就是讲话比较不顺的那一种人？如果他是属于这种话，那你就是更加符合，因为他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不想去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说不想去改变现在已经熟悉习惯的这一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8。好，那钱币8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他也是蛮明显，这一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他的好与不好，然后，你们曾经所送给他的东西的话，
他还蛮常会拿起来用的。那只要他没有去特别看那样东西看太久，那么他就会很顺其自然去过他的生活。但如果说他发呆的时候看那个东西看太久，他就会心里面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其实蛮明显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在对待于说你这段关系的话，他心情的状态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可以放开，一下又不能放开。原本他以为他可以很潇洒的离开，可是在随着时间相处，随着时间久了，或者随着时间流逝之后，他有发现到说，其实他本身呢是已经有点习惯了你们的存在，所以当这个习惯已经不复在的时候，要去认清这件事情的话，对他来讲其实会有一点困难，或者说对他来讲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或者说去处理他心里面的这个感受，因为看起来有可能是他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第一次有遇到一个会让他没有办法潇洒离开的人，然后会让他一直不断去想起这段关系的一个人，或者说会让他去想起像你，就是说其实他想起的都是你啦，就是说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发觉到说，其实失去你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还蛮痛苦的，所以会蛮恭喜你们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里面因为有你们的努力，然后在他心里面其实也算是一个落下了一个种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子，所以呢关系里面他才会一直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释放，或者说没有办法完全的忘掉你们，就是会很容易想起这段关系。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呢，在他心情可能比较好的时候，他可以用理智的方式去把你们想的有多糟有多坏，然后用各种的环境啊，或者说各种的状况去分析这段关系有多么的不适合他，有多么的糟糕，或者说是有多么的不应该存在着。但是当他这个人可能遇到低潮期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可能遇到身边的人比较去否定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去开始质疑他自己说，我失去你是不是错误的行为，或者说其实我的观念是不是一直都是错的，还是说我应该去调整我自己的做法。所以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人呢，他的想法基本上会有一点不见棺材不掉泪，对。可是看起来目前是还没有想要掉出那一滴的很重要的眼泪，他还是一样有点算是说，他确实是要很认真的去思考，究竟你们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只是这段关系对他来说，他有很努力的把它放在一个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可是你们也知道说，当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在乎你们的人，通常也不会那么常去想起你们。可是你看这边我们都出现是宝剑嘛，所以宝剑就蛮明显说，你们确实这段关系里面，因为双方之间的思维跟想法还有观念上的不同，或者说在对于说事情的判断上面也是不一样，或者两之间在对于关系上的一个未来的展望也是不一样，才会导致说让我们这段关系是成为一个最大的，就是那些的问题啦，会变成这段关系里面最大的症结点，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放开来，或者说没有办法有那么顺利的去改变。然后我们这段关系里面确实也非常缺乏在实际相处互动上面的一个和谐度，或者说实际上互动相处的这个频率可能也算是没有那么的频繁，所以意味着说有可能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他或许啦本身算是一个容易日久生情的人，所以对他来说这段关系虽然他没有到那么的喜欢你们，但是会因为你们长期相处的状况之下，反而在他心里面有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子，然后慢慢的在发芽了。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呢，或许也是真的蛮缺乏所谓的一个共鸣的程度，
或者是说两之间的关系比较缺乏所谓的羁绊，所以呢，关系里面你们都一直比较像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或者说精神上的互动，或者说想法观念上的一些的摩擦，或者说想法观念上面一些的交集。对，所以也算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有好有坏的情况。来看一下补充牌的讯息。月亮，那月亮就意味着说，其实他也蛮明确知道说，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的适合跟不适合，那个界限是非常清楚，非常的明白。或许是因为他太过于清楚跟明白，所以他才会一直去做一个所谓利与弊之间的一个考量跟衡量。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也会有个比较感性的一面，就是因为他有意识到，其实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是还蛮有缘分的，可能会有前世因果的缘分在。只是他有发现到说，比较多的情况是，当他自己一个人比较难受的时候，才会去想起你们。可是当他可能比较开心啊、快乐啊，或者是他比较很沉浸在他目前的生活中的当下的话，他对你们的感觉又还好，所以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才会让他一直在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是非常的模糊，或者是说其实还蛮困惑，不晓得自己到底为什么对你们会有一些这么特别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些比较特殊的感受。那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他有的时候会去回想起你们关系里面你比较甩脾气的那一面。那如果说你没有甩脾气，就表示你可能是比较伤心难过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你们在讲话上面比较酸溜溜的那个部分。因为其实他在过往的时候是蛮明确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开心，或者说你们不开心的点的原因在哪里。可是他这个就是会有一点犯贱啦，对，就简单讲，就是有点刻意的知道说你明明不开心，但是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两人之间的对于说关系未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要去特别在乎你的心情？就是他反而会故意跟你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相处，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他就故意不给你什么。所以有时候他过往里面跟你们装傻，他是真的在装傻，他不是真的傻。你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给他找借口。所以现在你们已经听到这个事实，然后再就是当他可能发现到你可能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避开来。当他有这种直觉的时候，他会想办法不要让你有这个所谓的机会，要不然他也会觉得会担心他会不会去伤害到你们，还是说他会去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尴尬。从台面上看起来，他们这段关系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因为就断联前没有所谓的尴尬的局面，是可能这段关系莫名其妙就没有什么在联络的人比较多。那如果说你们是有尴尬的局面出现的话，通常表示他已经有点算是冷到了极限了。对，可是冷到极限的这种情况，其实他现在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对你们讲出那一些可能伤到了你们自尊心的话。他难过是他讲话伤到你们的自尊心，可是他并没有觉得难过的，他没有难过他的这个决定。所以你看，洋洋一直不断的重申跟强调，他就是没有去后悔他的决定，但是他觉得他处理的方式有点错了。对，去伤害到两人之间可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谊，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件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那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你看我们这边都同样出现了皇后牌，所以就意味着说，在关系里面的话呢，他这个人蛮容易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或者是说蛮容易会受到别人情绪上面的牵引，或者是说别人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评价。那这边看起来呢，比较多可能是跟心理女的状况比较多。
心理女呢，就表示说那个人的他身边的有一个人的柔性的特质、阴性的特质特别的重的那个人会去影响到我们这段关系。如果说那个人他讲了什么，可能就影响到他可能在对你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看法。那阴柔的特质或者说心理女的话，通常可以只说是指男生也是可以哦，或者是指女生也是可以的。对，我们并没有只说特别，所以才特别提到是心理女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可以明确的知道说，或许那个心理女就是他心里面比你更重要的人。所以我们确实从台面上有点看不出来说到底，因为这是在最后面才出现嘛，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定说到底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关系中的第三个人，还是说那个人其实只是她的非常要好的闺蜜朋友而已。可是也不得不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受到那个人的影响是真的还蛮大的。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你真的做太多，或者说你为了这段关系，你们付出了多到对方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说让对方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回报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呢，他的内心里面其实会认为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们，就有点像说，可能你们个性阴柔，就说你们的个性可能有点太过于强势了，或者说太过于主动，或者说太过于想要去把这段关系给控制好，或者说太过想要去好好照顾到对方。但是他可能会希望说，你们也可以意识到说，他也是有想要去照顾人的这个心态。虽然我们都把最好的给对方，可是你们却用错了方式，你们给他最好的，却未必是他真正所想要的，所以就因此让他反而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可能一开始会蛮享受，可是后面就会有一种比较抗拒的感觉。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伤人。那不得不说，是因为你们关系里面你们是用错了跟对方相处的方式，所以才会让他对于这段关系会有那么多反感。对，用错相处的方式的话呢，除非对方真的一直有拒绝你们，然后你们一直不断付出，那这就无可厚非，因为对方也是觉得可能要去切开来会比较好。对，那如果说对方就没有明确跟你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你的话，就是认为说你的一些行为跟做法，他会觉得有点像是被你压在底下的感觉，那他就会觉得其实心里面比较不好受。对，雅人会觉得说，其实像选择这组的你们，就是如果说你们在未来有机会再碰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你们在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谈到一段感情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爱，就是说对方希望你们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就付出到那样的程度就好，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多爱他，你们就付出你们所有的一切，或者说把你们所有的都给他，你们给他最好的。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对方不珍惜你的付出，那无论你做再多，对他来说，他都会看不出你到底有多好，他反而会有点去轻视你，或者是说反而会对于这段关系，他会不会去那么的重视，不会去那么珍惜，就像是这边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对方他失去你，他确实蛮难过的，他也觉得蛮后悔，他也觉得蛮希望可以回到过往，但是他却会认为说，回到过往如果说还是一样的话，那结局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回去？对，所以呢，就是意味着说，这个人他本身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的想法上真的会让人感觉还蛮难受的啦。所以究竟这个人他未来半年内他会主动联系你们？洋洋不得不说，真的不会，因为吊人牌已经出现了，然后一载出现的每一张牌都没有
太多的行为跟行动，比较像是他都一直沉浸在过往的一个状态里面。对，而且呢，因为都是出现宝剑牌，所以就代表说他的想法上面，当他已经定下来的那个想法就不会改变，他就是一直那个脑袋里面的思维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他不会因为他的情绪或者说他心里面感受怎么样，然后就被牵着走，没有，他这个人就是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判断、去面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去看待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缘分，就是蛮冷漠的啦。我们先来看一下，就这个人他目前再看更多的讯息好了。首先第一张我们抽到是这个，然后这个男人他就离开原本他可能所熟悉的那个家，或者说很多的树木，所以就可以蛮明确知道说，这个人呢，他真的也没有想要去往回走的意思，或者是说他对他自己的决定的话，他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决定他是不后悔的。然后再出现这一张，是同一个人哦。然后就表示说，其实他确实有时候心里面会去怀疑他自己，说他到底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做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可是他也是站在那边想，或者蹲着在那边不愿意去往前走。所以呢，就表示说他对这段关系他的决定，他真的都没有后悔。可是他真的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说你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他的任何的点点滴滴，或者说带给他任何一些好的一个方面。或者是说任何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好的那个方向里状态，对，感受的话是有停留，感觉是有回响，可是往回走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那反而呢就是去承接受面对痛苦的自己。好，抽到这一张。那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久了之后啦，应该会去找新的人、新的对象。那有一部分的，就是有可能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身边应该是有一个新的人了，或者是说他心里面有其他的人，或者说有其他的人要照顾，或者是有其他的人陪伴在他身边。让他的心情有比较好转，对，那只是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从牌面上呢是没办法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单身这件事情，还是说有没有喜欢的人，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再去找新任的老师，或者说再找洋洋去做这方面的占卜，因为台面上我们看不出来他到底现在的爱情的状态是如何，但可以蛮明确知道说，他心里面有在意你们，重视着你们，你们很重要，但是再怎么重要，再怎么重视，再怎么在乎，就是不想付出任何的行动。他就是继续当那个弱小的、胆小的老鼠，继续躲在他的一个个人的世界里面。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神谕卡的地方所想要给予你们的讯息。好 ，Beauty， 好，那句话就意味着说，对于他来讲，应该说在给予你们这组的人的话了，你们要记得去打扮你们自己，然后不要因为失去了这个人，或者是说你们想到这个人，就忘记了你们最想要成为那个外表的自己。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本身的颜值蛮不错的，然后你们本身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好的，其实是可以吸引到人的，但是因为遇到这个人。你们失去这个人之后，你们反而整个人的磁场跟能量是一直往下降，那反而让你们原本好的那一面慢慢的枯萎。所以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会希望你们必须要去做改变，去把你们真正最好的样子给找回来。我们先不管对方到底会不会回来找你们，但是至少你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外表给打理好。对方喜欢肉肉的，就把自己变成肉肉一点，就是你可以考虑变成肉肉一点。那如果说对方喜欢瘦的，你就把自己稍微变得比较苗条一点，或者说让自己的外表跟原本会有一些很大的落差，那个身形要很明确的不一样。那如果说你们不希望身材改变，那这样你们要让自己懂得去化妆。
男生也可以化妆，女生当然就一定要化妆，然后或者是你们的头发的发色也可以去改变，就是说你们整个人的风格跟特质，外表给人感觉你们要去重新做个调整，或者说把你们变成你们最想要的那个样子，不要为了那个人而改变，是为了让你们自己要改变。女生版长头发可以考虑改成是及肩，对，或者说改成是耳下也可以。男生版是可能中长发，可以改成是平头可能你们有点不见得很适合，或者你们可以把它剪短，是成7分头，或者你们可能可以留更长，或者你们可以留成武士头，就看你们想要改成怎么样子。所以呢，这边就是看起来啦，就对方他下半年，就是说未来的半年内他没有任何的行动，他就是依然呢继续维持在一个很痛的一个状态，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行为。那我们还是可以等看看说，在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半年之后，他会不会有所行呢？因为看起来是半年之内，他真的也不会想要做任何的一个行为，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去做好你们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好，那这句话就是在对于说一般免费的影片的大家的给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好，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就是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个感觉，或者说你们的感受会是如何。好，也来为大家抽第1张的验证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世界。好，那世界的话，在这边意味着说，很有可能这段关系虽然两之间可能现在断联了，可是或许是因为两之间在过往的相处过程里面呢，对方带给予你很多还不错的知识，或者说对方让你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那也或许是因为你们本身是抱持着感谢跟感激的心态来去面对于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说就算这段关系真的已经断联，或者是说真的没有任何的联系跟交集的话，你会认为对方都一直活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就算离开了、分开了、分手了、没有联系了，其实你们心里面还是会多少有一点认为还是会回来，但你们会也很享受你们现在当下生活。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本身的灵性比较高，或者说你们已经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你们可能有问过，可能你们有占卜过，认为说对方可能在多久之后一定会回来找你们，所以你们其实心里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把握。所以呢，关系里面看起来你们的伤心程度是有啦，可是看来更多是你们有还蛮重的一个把握，是认为说关系其实不会真的这样断开来，还是会有一个重新恢复联系的机会。所以就不晓得说你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断联，只是比较少联络的人，也是有可能会抽到这一组。那但如果说真的已经断联很久的人的话，也或许是因为你们已经有算是看开了，所以对这段关系也不会造成说你们现在生活上面一些太大的一个负担，就是你们还是会懂得去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们都总是用一种正向的心态或者是正向的感受去回报给这段关系。好，看到第2张，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权杖10。那权杖10呢，在这边就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可能这边权杖10也会觉得跟原本的塔罗牌的权杖10可能会有点落差，那给你们就是当做参考看看哈。好的，那这样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很努力的去面对已经失去他的这件事情上，那当你们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一定不好，你们其实心里面也还是很在乎这个人，还是很介意这一段已经没有缘分这段关系，只是你们是一个比较会看当下的状况的人，所以你们会认为说，如果说是真的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再怎么执着也没有用，再怎么伤心难过可以，
可是哭完了，眼泪干了，就是你们要站起来的时候了。可以想念这个人，但不要因为想念就让自己失去了分寸。对，所以呢，意味着说，对于你们来看的话，这段关系成为了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成长的养分，或者说有的人会因为在失去了这段关系，你们反而有一个全新的人生。那也因为这个全新的人生，让你们去体悟到说，人生确实会因为失去而懂得更加珍惜能够拥有的一切，或者是说去意识到自己其实或许更适合更好的。那有可能你们已经真的遇到更好的。那更好的话，通常是指说生活的模式，人的话会比较少啦。大部分来说是生活的模式，或者说一些新的启发跟新的思想，所以会让你们对这段关系心情上面看起来是蛮复杂的，对。但是其实还是会有点希望说，你们希望的是关系是能够有所修复，是能够更上一层楼或更有层次的。两人之间的不一样相处的模式，如果说还是一样的话，你们就有点不太愿意，因为你们自己本身是还蛮有骨气的，不希望关系中主导权在对方身上。你觉得关系里面两人之间是必须要相同的。好，看第3张，第三张这边抽到的是钱币6，钱币6呢就代表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洋洋会认为你们其实现在心里面会有一点把握，就是说对方失去你，他一定很痛苦。如果说他没有很痛苦，那你们一定是跟他生活周遭的人是有认识、有连结的。那个人一定会把你的消息带给那个人，带给你的那个断联的他一定心里会很难过。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完全都只是网络上交友认识的人的话，那就意味着说，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会觉得你付出了很多，付出了你的一切，你已经付出所有的努力了，所以你觉得你不后悔了。所以这段关系现在目前走到这样的状态，你也觉得是一个无可厚非，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那不如就去接受这样的状态。其实你的心情上面是蛮坦然的，就是在特别针对说是网络交友的人，就是都还没有什么见过面，相处的时间也蛮少的，少到就是你们有点怀疑这段关系真的有在一起过吗？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出现这种想法的人，就是符合。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想法，就只是单纯可能比较少连，后面越来越少交流的话，那就表示意味着说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会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啦。对，其实实际上这边讲就是讲一些比较大方向，因为如果说像不同的状况跟不同每个人的故事，其实解释上面还是会有一些的落差，那大方向都是不变的，所以至少看起来就是大方向你们对说这段关系蛮正向的去面对，其实这也是好的，因为你们就比较不会去被这个人去这段关系的结束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或许你们也是因为经历了那个最痛苦的时期了，所以现在才有办法这么坦然的面对，已经想通了，所以也是蛮恭喜你们的。好，那这句话如果说验证牌呢是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带给你们的讯息。好，那去往下看呢，我们就来透过就是说对方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然后来看看说去判断究竟在未来半年内他有没有可能主动来联系你们。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去哦。好，也来抽一样，我们就来抽就是所谓最具代表性的牌，然后再来去透过去判断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首先我们来看到第1张，对方呢目前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权杖2，权杖话就表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虽然两之间现在比较没有联络跟联系，那看起来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对他来讲是还没有断的，他也确实有在考虑说这段关系是要再次重回，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要去改变他自己的做法。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喜欢上
双性恋的人的话，你们要跟对方在一起的几率就蛮高的。就是如果你们两个都同性的状态之下，对方是双性恋的话，你们就很高的几率是你们所想要的答案。好，这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我还要看后面更多的讯息，这是一个不错的征兆。那只要呢，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反正目前看起来，对方其实他有在考虑是要去重新找你们，还是要主动联系你们。可是，在他心里面的那个犹豫的点的原因是在于说，其他的想法也跟你们一样，就是关系如果说两人之间重新恢复联系，又还是跟原本一样的话，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对，就是他会认为关系里面的两个人要重新开始，应该说是真的重新开始啊，并不是从原本状态再继续延伸下去，因为这样子就对于说断联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没有意义，他也觉得这样蛮浪费生命跟浪费青春的，就是看起来我们俩之间对于自己的人生都很有想法所以他这人也不太会只是专注在某件事情上，所以他都看着远方，手里拿着一根拐杖跟一颗球，可是他也在意识的思考说他自己的人生想怎么过。那他找你们，如果说没办法重新开始，那好像又要再断联一次，又要再讲一次，同样的事情要再经历一次，有一点太累人了。所以呢，现在他其实有可能说他都有在观察着你们的状态。如果说你们都有在相同的社群软体之中的话，他一定有偷偷观察你们，他也一定有透过他的小账去看你们在干嘛，或者是说，打听不会，就是他会去可能 Google 上面啊，或者是说，中国市场叫百度吧，反正如果说像一般全球来说，都会在谷歌 Google 上面会搜寻的账号，你相关的字词去看一下你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讯。只要是他能够知道关于你们事情的话，他都会去多留一眼去看一下。可是他会付出多少时间去搜寻的事情上没有很多，就一点点，所以也不用太开心太多。没关系，我们去往下看，就是在补充牌的讯息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是什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好，那宝剑国王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会希望这一次的断联，两人之间的症结点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关系里面的一些摩擦跟一些不愉快也要想清楚，就是不要有同样事情再次发生。然后面对这段关系，他会用一种理智的方式，因为他觉得这个对彼此的人生才公平。看起来这个人他蛮重视双方之间的人生的方向，不是两人之间关系上的蓝图跟两人之间关系上的方向，是两个人各自的人生方向有没有可能有磨合的机会，或者说两人之间在未来有没有一个交叉的可能性。所以现在他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蛮理智的去看待这段关系。可是如果说他后面，我们看后面的牌，因为如果说后面的牌是出现好的，表示他有非常的慎重去考虑这段关系要不要在一起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后面牌出现不好，基本上可能跟第一组就有一点像，那只是这一组的愿意主动联络几率就是可能比第一组高啦，因为我们要看后面的牌比较才会知道。也是因为还好这边的宝剑国王是出现在补充牌，不是在主要牌，要不然这样子那个几率会更低。因为只是表示说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犹豫的原因，那个点就是在于说他用理智的方式去看待，他希望把每个事情都想得非常的透彻，因为他也怕他做的决定他会后悔。对啊，所以看起来这个人至少他目前后悔几率是比较低啦，是还是有在考虑看看说关系里面要再更公平，两人之间都公平的状态最好。好，第二张补充牌，
所以抽到的是权杖4。权杖4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就确实蛮恭喜你们，就是对方呢，他确实有想过这段关系里面接下来的走跟怎么方向，然后要怎么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关系呢，这个在一起的几率走长远的方向是有多有的可能性。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性之间的性别，对方是异性恋的话，对方就想要结婚，那你就真的也不用去想了，这一组就一定不适合你。对，因为这一组后面，看起来啦，扳弯可能要再看呢，因为扳弯洋洋会觉得有点低，但是因为也不确定，因为看后面的牌。对，那如果说你们是双性恋的人的话，也是要再看一下后面，只是你们的在一起的几率可能会越来越少。好，看一下后面的牌的资讯，如果说没有，就正好补充在同志之间的应该说相同性向的，对，同性向，也会觉得就希望说不要讲什么同志啊，男同志、女同志，而是说所谓的性向女跟性向男来去形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才符合到双性恋的部分。好，那反而呢，就是以大方向来说，这段关系对方他是希望，如果说真的要恢复联系的话，两个人之间是要往一个更长远的方向走，不要短期的。那当然，特别对于说是异性恋中的人，他一定想要跟你，他有考虑跟你结婚。结婚呢是这件结婚的事情，这个决定是有的。那如果说两件都是同样性向的人，这边是纯的，你也是纯的，那他也有考虑要跟你结婚，因为台湾现在是婚姻合法，同性婚姻是合法的，那也要看你们的县市。如果说你们的国家同性婚姻也是合法的话，那对方也会想跟你们结婚。那如果说同性婚姻不合法的话，他希望关系走得更长远、更长久。那这边的牌组讯息很特别，就是洋洋会认为他不会想要公开，他想要低调的去处理好你们俩之间长久长远关系，所以大部分来说，洋洋会认为这个人他可能比较不是那种喜欢放闪的人，他应该算是蛮内敛的啦，或者是说他喜欢低调一点的感情。如果说太过于高调感情的话，应该过往他都是见光死。对，就是说马上高调，马上很快就分手，就所谓的见光死。就反正那种默默的低调的然后就是人比较没被身边的人知道，他也没什么晒恩爱照片上根本就没有那种的话，反而是交往最久的，就是在这个人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圣杯九。圣杯九它这表示说，很有可能这个人呢，他蛮喜欢目前的生活所带给予他的感觉啊、感受啊，或者说他个人现在对于说这生活中的步调的一些心理的层面。首先，第一个有可能这个人他很自恋。那第二个呢，如果说想看一下搭配权杖2的话，有可能啦，就是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会认为有点可有可无，也不会因为说失去你就觉得痛彻心扉，看起来像没有。对，他会觉得如果说一段关系就还是真的跟以往一样的话，他也不会想，他觉得现在目前生活的步调他也蛮习惯了。对啊，你们两个人怎么都会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你们的验证牌。好吧，那确实啦，对，但是刚刚的验证牌，两件想法呢，你们应该是双生火焰吧？双火焰的几率还蛮高的，灵魂伴侣没有，目前看起来是双生火焰的几率超级高。对，就是说你们俩真有点太像了，像到就是说连吵架的那个争执点都是有点你们都预测得到。对，那如果说你们确定没有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只是单纯其中有一个人比较笨而已。对，就是可能比较白目一点。对，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
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有的时候如果真的对方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过程之中，他有跟你明确讲说他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渴望的话，希望的相处的模式，希望相处的方式，你们做不到，基本上这段关系的机会，就是说复合机会的几率也蛮低，因为他这个人其实会有点死脑筋，他希望是怎样那就怎样，他不希望说，他希望改变的是你，不是他个人。就是会真的蛮自私呢，因为觉得其实他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也不错，应该也蛮多人喜欢他的，所以呢，他也不会想去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很自我的一个人，对，有点讨人厌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补充排序，看有没有什么更多是关于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因为反正抽到的圣杯九的话，其实如果说有学过塔罗牌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呢，就是以比较多他自己个人的感受跟感觉为最主要。那其实在这边圣杯九是蛮特别，他就是脑袋里面这边自己想而已，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想的比做的还要多。对，他可能幻想他自己有多棒啊，自己有多好。可是如果说当真的拉回现实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懂得面对说现实里面的他，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对，塔牌好。那如果说塔牌在这边呢，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呢，很明显的，两个人之间的分开的话，其实有点算说不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然后他脑海里面其实还蛮常去想起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谈论分开的那一些的当下跟状况。那如果说你们真的非常确定你们从来都没有谈论两个之间要分开的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表示说其实对方呢，他经常会去想起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他不好的感觉跟感受，然后吵架的那些地方的话，对他来说可能要让你有所改变也是蛮困难的，但是他也不想改变。那当两人之间都不想改变的时候，是就等同于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中的两个人是不是就真的也不适合？这又符合到双生火焰的这个逻辑。我们先来去往下看，看起来蛮像的啦。就是两之间一定会经历过很多次分分合合，但是在经历过每一次的分分合合的时候，其实两人之间的心里面都蛮痛的，然后也蛮挣扎的。就是对这段关系都有一些自己个人的期待跟想象，可是又会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相处的模式跟方式去打败，心里面会蛮矛盾的啦。你们应该心里也很矛盾，你们爱这个人，你们喜欢这个人，也希望可以跟这人在一起，可是你们就会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太多，就算有的话，你们也容易会搞错方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点。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在这边意味着说呢，就是这个人呢，他会把这件事情，他希望等他想透彻了，他看清楚了，他才想要主动去联系你们，或者说主动跟你们有所互动。如果说在他还没有想透彻的情况下，你们又主动跟他联络的话，那几率就会一直往后退，一直降低。所以反而这段关系里面中，如果两人都一直维持在现状的话，其实只要等他想通了，关系里面也会认为几率是蛮高的，就是变好啊，或者说复合几率是很高。只是他的当下现在会有点个人自己的小脾气跟小情绪，对。那只要过了脾气跟情绪之后，他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自己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荒诞啊，或者是说荒谬的一些的决定，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方式来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对，就是他这个人其实他已经有一些想法跟雏形在。那我们现在目前比较看不出来说他的雏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可以蛮明确，就是说，就是这段关系确实对他来讲是蛮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钱币六。好，那如果说像是钱币六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来看，很有可能其实对方他在对于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他好像觉得他付出很多，如果不是你，那就是他。那我们先讲你的部分好了。如果说是你们付出比他还要多的话，他会觉得你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甘心。你们对说这段关系还是一样有一些个人的期待，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对他数落记仇，或者说可能会还蛮讨厌他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是会对你们会有一种莫名的惧怕，或者是说莫名的恐惧。那他有没有讨厌你们？其实也没有啦，他只是会希望说可以跟你们这段关系是两之间可以相处的和平，两人相处和谐的。那如果说像这段关系里面是他付出比较多，他就觉得你有点不知好歹，什么都要跟他要，然后你什么都要请他帮你啊，或者说什么都要问他的意见，就不能自己做任何的决定，或者说你都不能自己一个人独立吗？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两人之间的想法上面啊，相处上面是完全真的截然不同。对，那像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会有很多的情况，或者说很多的情形，你们必须要去克服，跟必须要去面对跟解决。这段关系不知道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的人花的比较多钱？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好，杨不得不说，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借钱给对方，对方还的几率蛮低的。如果说你们真的只有在对方固定时间都有汇款给你们的话，有可能倒数1-2个月，对方就不会汇了。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但如果说这只是在特别针对说有金钱上面纠纷的，或者说有金钱上关系的人，那如果说你们没有，你就可以略过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好了，继续往下看，补充牌的讯息是什么呢？补充牌讯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3。好，那钱币3这边就意味着说，现在目前他呢，他还是会以他自己的生活啊，他自己的工作为主，只是看起来目前生活跟工作好像也没有到那么顺利，那么顺遂。那也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上应该也没有太多的钱，所以他才会想要好好的去努力过这些生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其实会愿意花蛮多的钱，是在自己的社交上，或者是说是在自己的生活圈上，或者是会买好的东西给自己，但是也不会去让自己看起来很落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呢，他蛮喜欢注重跟每人之间相处这个氛围，或者说每人之间相处的这个状态。那他对钱呢，也不会太过于小气，然后就是也蛮慷慨的。好，那其实看起来呢，蛮明显也会认为这段关系，他主动找你复联哦，这几率是有啦，但是明确行动看起来后面怎么越来越没有，比较像是他蛮注重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当中，他没有想要去做太多的这些的事情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号里面抽到的是权杖2，哇，有抽两张权杖2，好，那如果说当出现2张权杖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个关系中的一个前进的意味，其实也越来越浓厚了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更加去探索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这么的犹豫，他到底为什么都一直不愿意的往上踏。那当然，如果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是同样的性向，同样的性别，但对方是双性恋的话，那就刚刚杨所提到的，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放弃放下他自己本身呢，在对待感情里面的一些社会上的责任跟
压力。那如果说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你喜欢上的对方是异性恋的，然后你自己是同性的话，其实就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可能之间你的外表是比较不适合他的。对，好，那如果说是非同志性，或者说并不是喜欢相同性别的人，你们就单纯只是真的彼此之间都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这段关系呢，他可能就会有点考虑说，是不是要回到你们过往，但是他心里面可能比较在意的那个点的原因是在于说，比较不晓得他应该要如何去来面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还是说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一直维持在这样现在目前的状况。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有一些金钱上的一个纠葛，那你们现在唯一要能够吸引他的就是那个钱，你们的钱呢，就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那个前进的另外一条线，让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会有一个可以往前进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段关系中的两个人，其实在对于说关系上的和好，或者是说关系上的恢复的联络跟联系的话，其实两人之间的心念还有愿望，其实想法上面是蛮接近的，或者是说两人之间其实都蛮希望的，只是在对于关系中两个人之间期待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从牌面上的话，我们也比较没办法看出来说对方他心里面的渴望是什么，但是可以明确知道说，在对于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是有很认真去思考，或者是说他是有很认真的去想想看说，到底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情绪的部分的话，对方他在对于说想到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的想法跟他的感觉跟感受是怎么样？好的，首先我抽到这一张，这个很明显呢，就这个人呢，他原本在对说这段关系，确实他有想过另外一个方法，可能是跟他自己心里面所渴望的比较起来的话，他会觉得其实这个方法可能是比较不会让他会有后悔的机会，或者是说让他心里面比较不会有那个后悔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个方法对他来讲的话，对彼此双方可能会是最好的。只是有时候他难免会去想起说，原本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他的，或者说所让他感受到的，是不是让他的错觉？他也觉得，两之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之下，反而会能够去知道说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虽然可能明知道可能会让这段关系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感觉跟感受，但他还是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去结束，或者说来去面对、去处理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可以算说，他有一点算是已经有点预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好，那第二张的话呢，就表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现在有一点算是说，先依照他自己内心里面的声音，或者说依照他自己内心里面他觉得是正确的方向道路去走。那这只是他觉得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所认知的，也有可能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个人的认知会在这一次的断联，或者说在这一次的分开的这段期间，他反而会明确知道说自己到底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对于表面上的事情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一点迷失方向，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行为跟走向。不过至少呢，他还是会希望说，因为有经过沉淀了，那他选择可能也不会错。这是在针对说后面啦，所以看起来目前他其实有时候还蛮享受他当下的生活情况，
或者是说比较不想去改变他目前生活中的一个步调跟方式。所以关系里面中的你们的话，可能对他来讲，可能关系是有一点，那叫什么？有个词汇，有时候有点忘记了。对，就是可能比较没办法被身边人给接受，或者是说他觉得是比较不像是门当户对，或者说两之间其实就是蛮明显的比较不适合。不适合意思就是在别人眼中是不适合的，不是在他眼里面。对，所以看起来你们这段关系有的时候蛮像是有点算是说冲击到一般的条件上面，例如说是年纪上的落差，还是说关系上面的两个人之间，也是会有一点的差距，比如说距离、远距离，然后或者是职业上的不同，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性别是相同的，就会跟现实可能会有一般的人比较没办法接受。那或者是反正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是跟一般社会普遍认知的话是比较没办法被接受，所以他就也会先暂时是抽离他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些的想法在。然后就抽到这一张，所以就蛮明显，这人他就蛮在意可能别人一些的谈吐啊，或者说可能别人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评价。那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这个人他可能也比较重视身边人所对于他的评价，所以他也不想让身边的人给看清，或者是说也不希望让身边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所以他还是会尽可能把自己是停留在一个社会大众普遍都会觉得这是一段好的关系、好的缘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这样的认知跟想法。其实这也要看说每个人自己在对说情感里面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所以不能说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对，好，那时间点我们等一下再来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在神谕卡的地方。这边的话呢，抽到的是这一张，所以这边的话，月亮女神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你们这段缘分里面呢，当关系之中有改变的时候，就表示你的人生中的下一步就出现了。其实也在等同于说，当你们愿意去适应应该说愿意去接受这个改变的话，你们的生命一定会去引领到你们到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那但到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全新的惊喜在等待着你们去遇见，或者说等待着你们去遇上。比如说是更好的自己，又或者说对方可能会塑造成把自己最好的那个样子回来找你们，也有可能。反正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的话呢，只要你们愿意去突破个人的心里面的感受，或者是说个人心里面的状态的话，这段关系基本上其实两个人之间会还蛮有机会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我们要凑一下时间点卡好了，大家是最想要知道这个，可是时间点也会认为就是当做参考就好，也不要太过于信这个啦。对，因为其实缘分这种东西呢，就是也很难讲，是要看双方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的努力，而不是说我多做了什么，那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做，那关系就会有一天会有恢复联系。对，不是说我一直在等他，等，那对方就会出现，也没有到这种地步，是你们必须要一起跟他一样都往前走，才会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好，那来抽一下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一个可能的时间点啦，比如说好8天或8个礼拜。好，杨再为大家抽第二张的时间点，第二个可能的时间点。
这张5个礼拜或5个月。好，那反正呢，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啦，那就是说最长最久远就是在5个月以内。对，那也有可能是说是指明年的5月份，因为其实现在这支影片拍摄的时间是大概2023年的7月4号。那如果说你差不多是这个7月份左右时间看到的话，等到明年5月呢，也蛮久了。对，那如果说没有呢，就表示说其实就会很有可能，那就是等5个月后。对，如果我们真的不想等那么久的话，所以呢，其实时间点就当做参考就好，也不要完全的去认为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对，那有很高的几率呢，大概就是在国历8月份，对，反正就大概是7月到8月这段期间这个月，如果说真的都没有，7月23到8月23这段期间都没有的话，那确实你们可能就要真的等到5个月后，或者说明年5月才会有这个比较高的几率，让这段关系会恢复联系，或者说对方会主动来找你们。好，那这句话呢，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首先就是透过验证牌来看一下，在你们目前呢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感受。好，我们来为大家抽第1张。好，这句话抽到的第1张是皇帝牌。好，那看起来其实就是说，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目前看待这段关系的话，就是在原本可能刚开始比较没有联络的那段期间，你们心里面其实真的还蛮恐慌的，甚至你们会，就是说，当你们发现到说这段关系已经没有联系的这个机会的时候，起初你们会一直责怪你们自己，或是说你们会一直认为说是不是都是我做错什么，或者是我如果没有怎么做的话可能会更好。也就是说你会把很多事情的过错都是放在你们身上，或是你们会把很多的原因都认为是如果你们没有怎么做的话，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原本刚开始的时候，你们会一直不断去否定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会一直认为如果你们愿意怎么做，或者说愿意怎么改，可能关系就会有个转机的机会。那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你们也渐渐的把所谓属于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是说自信心拿回来，或者说你们重新去审视着这段关系，因此现在你们反而会认为，就是有大部分的人呢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如果他没有主动回来找你们，你们也不想再去找他了，或者是说，当对方如果没有愿意主动去道歉，没有愿意来主动跟你讲到底什么原因造成断联，或者说没有对于说过去的某件事情去做解释的话，那你们其实也不太会想要去重回到你们这段关系，因为在你们的心里面的某一个声音会认为，这段关系你已经付出你所有的一切，他凭什么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就是会有一种那种比较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也可以知道说，目前的你们虽然脾气上面有点倔强，或者是说会比较是重视自己的这个自尊心，可是也是因为对方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让你们其实有点心灰意冷的情况。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好，那这样的话呢，节制的话就不对，是不是节制审判？好，这样的话审判呢，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的话，你已经从原本那个比较没有自信心的状态已经走出来了，或者是说你们是比较能够用一种比较能够用比较是站在你们个人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所以呢，也会蛮恭喜你们说，你们在面对这段关系的话，是已经能够用一种正常方式去看待，不会再是那种小女人、小男人的方式，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方式去看待这段关系，是认为是已经能够用那种知道对方曾经怎么对待你们，那或许是因为你们已经把感情抽出来了，所以是能够用最公正的角度，对，也就是说最理智的方式去看待。那你们对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们还是会想，会去思念，可是你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是过度的方式，就是现在你们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现在你们其实也非常明确知道说，到底真正的爱情是存在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你们算还蛮有勇气的，然后现在你们也是真的非常的有自信，就杨燕是觉得说你们就很有自信，对，其实有种自己的最基本的态度，对，杨是觉得说这才是一个在谈感情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不会因为你爱爱那个人，然后就完全失去了你所有应该要拥有的一切。那现在你们最基本的那个一切你们都有了，那就看对方他到底愿不愿意找你们，但是你们还是会想要回去这段关系，或者说还是想要对方来联系你们，或者说对方来联系你们，你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只是希望可以把过往的那些事情可以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就是可能会有一种想要去理清楚，说真正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子。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圣杯侍者。那圣杯侍者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如果对方愿意怀找你们，你们会愿意给他一个友善的回应，或者说你会愿意呢，跟对方可以相处的好，但是要不要喜欢他，或者说要不要在意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要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你们是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你们是不会拒绝，也不会去否定，但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完全的坚持在里面，只是你们会希望关系是两之间是和谐的，是快乐的，或者是没有冲突的，不是断联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确实所带给予你的感觉是轻松自在，或者是说是能够做你们自己，又或者说你们已经把这段情谊呢，可能已经有点升华到朋友的角色，或者说自由的角色。那当然，你们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也不错，他可能也还喜欢你们，那你们如果到时候也还是喜欢他的话，你们是非常愿意，也非常乐意去投入在这段关系。但如果说这段关系真的没有缘分，你们也觉得也无所谓。所以呢，从牌面上看起来，就是选到在座的你们应该觉得你们跟对方可能是属于灵魂伴侣的关系，因为觉得两间相处的在状态之下是和谐、是快乐的，并且两间其实有点像在相互的学习的这样的状态。你有时候会觉得跟他好像就在照镜子一样，但是照镜子又会觉得好像对方有时候又某些程度上面很像而已，但没有到完全。只是当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是能够蛮明确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些一切，你们应该也认为对方其实也是有跟你们一样的想法。好，所以这句话就是洋洋会觉得你们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对方应该是属于你们的灵魂伴侣。比较不会是双生火焰或是业力伴侣，比较是灵魂伴侣。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呢。我们先为大家把牌收起来。好，
那我们来看到说，对方他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感觉或者是看法，来去看看说，究竟在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这个时间的未来半年内，就是6个月以内，有时候有人可能会在8月、9月看到，原因就是从你看到的那个时间点的未来半年内，那对方他有没有可能会主动来找你们？那这几率呢，大概有多高？好，那要来一样为大家抽3张代表性的牌，那就是一张一张抽。好，首先抽到的第一张是圣杯国王。好，那圣杯国王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本身也是还蛮看重你们这段关系，无论你们可能断联了多久，不管是你还是他主动断联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还是蛮想念着你们这段关系，又或者说，其实他不时之间会去想起着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予他的任何的感受，或者是说曾经所带给予他任何的启发，又或者是曾经所带给予他任何对说一段感情里面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人他在对于看待于你们这段关系的缘分的话，其实他心里面的感受是好的，甚至他经常还蛮想念着你们。那他想念的部分，他大部分都是在于两个人之间对于说这段关系未来的想法、规划或者是认知的这个谈话。认知的意思就是说，这段关系如果说本来你们都没有在一起过，只是单纯的暧昧，或者说你有跟对方讲你喜欢他，他没有答应你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认知呢，就是关系里面的两个人未来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承诺的程度，或者说关系上的程度是什么。那这边的话，如果说圣杯国王的他的讯息可能会有一点多，那最基本上的那个范围呢，那个方向就是对方他还是会希望这段关系是往一个长久、稳定、和平的方向走，不要吵架，不要断联，不要争执，然后他也可以去回馈给你一直以来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付出的种种的一切。所以呢，蛮明显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可能两之间的想法上面是不同的，关系上的未来的方向跟渴望的关系上的承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呢，至少对他来说，他还是非常渴望这段关系是你可以长期都陪在他身边，或者是说长期下来两个人都可以一直保持着有联系的这个状态，这个缘分。对，至少呢蛮明确知道说对方把你看的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有没有想要交往哦，我们后面再看一下好，或者说再补充到会员的讯息里面。对，杨洋觉得应该就要准备个纸跟笔，因为其实每次都是排随机抽出来，都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对，因为有些可能讯息会更多，那就变成说要另外再单独的拍出来。好，我们首先呢抽到的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通常在面对说这段感情的话，他会看的是比较现实层面，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又或者是他会比较不希望他自己吃亏。对，就是说面对这段关系的话呢，他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因素考量进去。那这时候就要看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跟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像抽到这张牌的话，
环境跟当时的情况就很重要。例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很重视工作，那他工作很忙，他但就不可能谈感情。那如果说他这个人本来就喜欢他本来就是男生，那他喜欢男生，那你是女生，你希望他喜欢你，可是他就不喜欢你了，他就是不喜欢女生，那你要他怎样去喜欢上你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考量到这段关系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些的情形，但这只是个比喻啦，所以是要看你们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状况之下，你们可以回想起来，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原因，或者说那个最主要考量的那个点、那个症结点，你们是清楚的，你们也是知道的，那他也是一样，所以两者有时候蛮容易会卡在一个僵局不下的这个情况。那对方也是蛮明确的，也是希望你能够明白，他可能一开始是透过暗示，会透过一些行为跟动作让你去知道，或者说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去引导你去联想到。可是后面你如果说有的人没有发现的话，他应该有直接跟你们讲，让你们知道。那如果说没有跟你们讲，让你们知道的话，可能就是认为你这个人可能比较没办法沟通。或者是说跟你们讲，可能你们也听不进去，那他只好选择用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可能这极端做法你们也不太喜欢，可是这也是他认为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好，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节制。好，那这句话其实就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对他来讲的话，他蛮希望两人之间的沟通是顺畅的，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又或者是两个人呢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关系的程度上面。所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是真的一定要谈感情，或者是说也不一定真的一定要以什么样的身份继续下去。其实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要往什么样的承诺走，或者是说要往什么样的关系去发展的话，他确实有很认真的去思考，并且他也确实有认真的去想过说他究竟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其实他有一直不断的去反复问他自己，他也并不是那么的，不是在表面上面他想的那么的肤浅，或者说那么的表面，其实他是心里面真的问自己很多次，然后他有尝试过，就是他尝试过跟你以各种方式相处的话，所以你们应该是有经历过一段暧昧的时期，或者是说你们确实是有经历过一段对方对你非常好的那个时候。然后有的人幸运的话，可能跟对方有过亲密的肢体的接触，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可能对方真的也没办法跨越跟你的那一关。那如果有的话，就表示对方也可能有想说要尝试看看。可是呢，在各种的尝试之后，他发现到说，他的心里面确实可能没有办法走过那一关，或者说他心里面可能真的会认为，两人之间如果说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对他来讲会有点尴尬，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疙瘩。就是洋洋会认为说，有的人啦，可能这段关系里面，你明知道对方可能是属于喜欢同性向的人，但是你本身是属于异性恋的人，那你又希望要求对方喜欢上你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比较困难。对，就像是异性恋的喜欢同性的，但喜欢上异性恋，那把喜欢异性恋的人把他搬弯的话，反正就真的也是基本上是很难的，也不太可能，就是类似那种相同的意思。那如果说你们是异性恋的人，本来就是属于异性恋的人的话，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他考量到的
其实并不是只有感情上的层面，有时候连现实的层面他也必须会考量进去。所以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表示至少这个人他算是还蛮认真负责的。那或许就是因为他可能工作真的不好，可是有一部分就是这个人他的家庭状况可能真的有一些因素在，例如说他的亲密关系，他的过往从小亲密关系里面，让他造成很大的创伤，或者说很大的伤害，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在对于要给予承诺这件事情，他不仅非常的谨慎之外，那他也希望是万无一失。可是其实一段关系里面本来就不可能万无一失，又或者是他对待你的话，他把你看得有点太重要，所以他不希望关系里面有任何的瑕疵，或者说有任何后面你主动离开他的这件事情，他反而觉得如果说有一天你会主动离开他，那他就主动的离开你。你看有没有？其实这边听起来就已经有各种的可能性了，那就看你们个人如何去做理解，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就是在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找洋洋再去做更细项的占卜，或是我们再往后看接下来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到底脑海里面在想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的复杂。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2，那宝剑2呢，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目前呢，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他的犹豫的点就是他所在意的那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跨越，或者说能不能去面对。可是蛮明显就是说，他有点像是把那件事情给放着，他觉得时间到了，如果他不得不去面对的话，那就意味着说两个人之间可能就是很有缘分。那如果说这件事情两个人就是说他没有去，他不需要去面对的话，那或许两之间就是没有缘分。所以呢，现在他会基本上是以自己内心里面的声音跟感受为最主要。现在他就想要逃避，现在他就是不想去面对，现在他就想以他自己本身的生活为主跟为重。那只要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没有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他觉得他都是能够去克服的。所以你要说对方他到底有没有主动想联系你们，其实不得不说，从目前看起来真的也还没有。因为他认为透过断联的期间，好好过彼此各自的生活，反而能够以第三者的角度，最中立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里面的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可是对他来讲，有时候如果说真的断联久了，他也觉得好像有点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有点去适应说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两个人是多适合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状态之下。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宝剑2在断联的一个状态中关系里面的话，洋洋会把它解读成是说，对方要付出行动这件事情的几率真的是微乎其微，除非他愿意把他眼睛上的一个布遮盖住他眼睛的布可以拿下来，可以去好好的面对认清这个事实跟现实。又不然基本上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困难的。他还是会以他自己生活中不会被打扰为主。好，所以等同于是说，这个人的观念呢也是很难改。可能不能说固执啦，可能是说会有一点守旧。守旧就是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直以来的认知。对，但要他改变也是可以，但是必须要经历过很大的挫折，或者说身边的人都是那样想，跟他不一样想法的时候，那他才去做这方面的改变，他才意识到原来我跟大家不一样。所以这就要看你们个人的状况。其实这个就很好去带入了，你们可以去回想一下你们一直在过往里面可能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可能一直在吵什么，或者说一直在为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事情跟状况去吵架，都一直没办法进展这段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这段关系里面他一直都不想去面对去解决，不想去跨越的。
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八。那钱币八就表示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里面确实会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它是存在的，或者是说，确实他会去想起你们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他任何的种种的一切。那过往的相处的回忆，也是成为他现在没办法去放下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很重的枷锁。那他会选择继续维持在目前生活的情况之下，也是因为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不想去找你们，也是因为他再看看他到底对于你的感觉是可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如果说你们是问朋友之间关系的人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你做太多，或者是说你们为了这段关系所付出的超出他所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他也觉得不得不去放开。那如果说你们是问爱情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的你们对方会认为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考量，所以现实里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他也不想要去处理，他还是想要先以他所认知最好的方式相处下去，他认为他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不是大众认为的。对，因为他现在会有点像是说已经习惯了这个痛的感觉，对，所以他要看看说他到底可以忍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等到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想要去付出行动，或者是说他就会重新去思考。因为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他到现在他还没有想要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他都一直还在以他当时断联的那个时候的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动摇。对，他反而会希望你可以动摇，你可以去改变你自己。可是他也没有希望你去主动找他。对啊，你们不要认为说听到现在，如果说你们愿意去改变，然后去主动找他，他会就接受你们。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这方面的讯息，比较像是说先断联好一段时间之后，两之间不小心重逢了，那才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抽到的是正义，那正义呢，就表示其实在对这段关系里面的他会蛮严格的，然后也是真的去认真看待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讲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然后如果说你们曾经为这段关系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话，多到什么程度哦？对，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探讨的。好，那只要你们付出的是超出你们原本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他对你们是心怀感激，会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欠你们的，欠你们没有说一定要还，他觉得下辈子再还，或者说来世再还，或者说有机会再还。那如果说你们付出是在你们能力所及范围之内的话，他就会认为是感激而已。但是真的要到什么样程度的话，他也没有想太多。能力范围所及，就是如果说像金钱的话，就表示你还是能够正常吃三餐，没有到都吃泡面，或者说有一餐没一餐的。金钱方面就是这个大概这样的程度，就是你还是能够正常吃3餐，只是吃比较便宜而已。这还是在属于你们的能力范围所及之内。那如果说是远距离的话，就表示说你们是常常都会花钱去找他，花钱去跟他相处啊，这样子会因为了他特地划价，或者是说特地请假之类的，那可能就是符合在这个超出你能力范围所及的。而如果你们只是配合自己的假，然后去找他这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的能力，对，就是能力配合自己的假去找他是能力范围所及。但如果说特地请假、用特休、划假去找他这件事情的话，就超出你们的能力范围。对，这样子，反正就看起来就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他其实会有一点去用以个人的角度去判断说你们付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他的心中的感激到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正义这张牌其实还蛮去看就是每个个人情况，其实也是看起来这组的你们蛮需要去个人占卜的，对，因为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他的想法上是蛮应该是说很理智，成熟也没有，只是他会用很多事情来去评断说这段关系的两个人，你们之间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相处的态度，适合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适合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境。第三章就是最后面对方的对于这段关系的想要主动联系你们的一个几率了。权杖九。权杖九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就暂时还没有想要动。不过这边权杖九很明显说，只要当对方他愿意去走出他心里面的心魔，或者是说，当他愿意去认知、去意识到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或者说对这段关系里面的两个人的共识是什么的时候，那么这段关系其实就会有一个起死回生的转机，或者是说对方就会愿意主动的来找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牌意的意思。那这边的话呢，这边的权杖九，只要当关系他决定的时候，通常就表示这段关系他会想要在一起。这是一个在这边权杖九的意思，因为就表示说心里面的那个心魔已经解开了，然后对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想法的话，也会愿意以一个比较开阔的态度去面对。可是呢，因为我们这边抽到的这张牌在这边的话是在最后一张了，所以就蛮明显，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就你要他付出行动吗？洋洋觉得是没有啦，就是说你要真的等他想清楚了，去想透彻了，而且对方想透彻的话，可能有点难呢。就是说，可能要等很久啊，因为权杖九上一张就是权杖十嘛。那没有，对不起，是权杖九的下一张是权杖十。对，所以你们要说这个人他愿意能够去想清楚，然后去改变的话，确实是需要花很漫长时间。那他原本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他本来就是有一种比较有压力的内心中的感受去面对你们，所以当这个在断联之后，这个压力它变比较小了。可是他还是会因为想到你们的期待，或者是说他的希望，两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很难去改变他自己。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的这个缘分，目前看起来的话，好像认识很久了，然后为了要不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两件想法上应该蛮容易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进展的话，会有一点矛盾，对，包含你们自己心里面，其实在你们内心里面，你们以最中立的立场，你们应该也知道说这段关系其实有点不太有可能可以在一起，可能当朋友没问题，也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但是要在一起这件事情，你们心里面应该也蛮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机会是蛮低的，甚至可能是蛮强人所难的。那当然对方也是一样想法，不过因为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私心跟感情，这是很正常，这是很理，你们没有错，你们必须要去洋洋必须要告诉大家说，不论你们是什么样的感情，年纪差、同性向，还是说财富的差距，还是说工作上的能力，还是说环境的因素、家庭的因素，你们千万不要把错放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是拥有去追求爱情的权利，每个人都是拥有可以去被人爱的这个资格。
对，所以洋洋会希望说，千万记得，我们先不管对方怎么想，你们一定要先认知自己说，自己也是自己也是拥有爱情的这个资格跟权利的。没有一段感情是，那个词汇有点不太好，但是洋洋必须讲出来，就是没有每个人的感情都是独一无二，没有什么叫做畸形的感情。对，畸形的话，可能比较白话叫奇特，对，或是奇怪，没有，你们不能这么想。千万记得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去定义成很奇怪、很畸形，没有，千万没有。你们的爱情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很棒的故事。对，我们看一下补充的讯息。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六，那钱币六就意味着说，其实现在的他，会真的比较注重他自己现在目前个人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像是专注在于他个人现在的工作的情形，他比较不会想要去改变。那当然，你们过往曾经所带给他各种的好处，他还是会继续的享受，他不会因为跟你断联了就觉得好像亏欠你就不要了，没有那回事。这个人他也是蛮现实的啦，不得不说有点现实跟自私。对，就是你们曾经所给他的那些东西啊，或者说所带给他的好处，他依然是会继续享有，然后依然不会想要去放掉。那如果说你们去收回，他也觉得没有问题，只是你们还没有开口，或者说你们还没有去做改变，那么他还是会选择，反正也没有人要啊，那反正也是放在那里，那不如就是拿来用，或者说就继续去享受。所以你要说这个人他会不会愿意去为了可能你们付出一切去感激涕零，或者是说去回心转意的话，不得不说这个几率非常微乎其微，也是非常的低。对，那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现在目前他的情况、生活，还有他现在的状况为主。那在他身边的话，其实也是蛮多人会去对他蛮好的。这个人看起来他的人缘呢蛮不错的诶，对啊，然后他可能想法上面也是属于比较成熟的那一种，比较不会是意气用事，就是会识时务为俊杰。那当然，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讲说，这个人就有点太过于自私。对，就是如果说是以爱情层面来看是自私的，但如果说是以现实层面来看的话，这个人是聪明的，所以就看你们要如何去定义这个人都可以，没关系，你们才是最大的那一个。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是宝剑十。那宝剑十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确实他经常想起来的时候，他的感觉是难过的，是有压力的，然后是不好受的。那你要问他有没有为了你们难过，其实有。他们为了你们哭吗？没有。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心里面有一股很沉重的压力，因为你看哦，他已经权杖9了，然后又出现了宝剑10，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当他选择继续坚持在这个决定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心里面也都一直不断在淌血，也都一直不断的去让他感受到心里面上的一些的压力跟一些不好的感受。所以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他也是真的蛮痛苦的。可这痛苦也是他自找的对啊，所以就看你们会去可怜这个人，是觉得说有点不太需要啦，因为他就是以他自己的感觉跟感受为主啊。那当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就也不会想要去认真看待你这段关系，他也不会想要去解决掉这段关系。所以我们重回到原本，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去看一下到底这段关系里面曾经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症结点，都一直没办法走出来。因为蛮明显就是两之间的观念是真的不一样，两之间在对于说这件事情的想法上面的立场跟坚持度是不同的。对，
反正这段关系呢，看起来比较像是说，其实你要说对方他主动联系你们的几率是有，但不会是在未来的半年内，会更久。那半年通常就只说6个月嘛，洋洋推估大概会，从你们，不行，应该是说大概还会再要8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8个月到1年的时间，对方才有可能会回来找你们。半年6个月内其实不太有机会，就是你们真的还需要去等。对，那8个月到1年的话呢，这只是参考值，对，大家也不要以这个为，就是说这个数字呢放在心里面就好，不要好像就是说，好像那接下来就是等8个月到1年，有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你们还是要去过你们自己的生活，因为现在这个人他就是很过他自己的生活啊。你们不要为了这个人，然后就失去掉你们自己本来应该要有的生活的品质。我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现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其他的感觉跟感受，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更深层的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好，这句话我们第一个抽到的是这一张。那这样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基本上他很重视别人的评价，然后他很重视别人所对于他的想法，或者是他很重视别人对这段关系的认为的认知，或者说他很重视他的父母所对这段关系的想法上。父母的想法或者亲友的想法，并不一定说那些人一定知道，有可能是说他会有个预设的立场，会觉得对方他们大概会怎么去评断这段关系，那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或许是没办法被接受的，那当他就不想去冒这个风险，所以就是所谓他已经有一个预设立场了，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跟你们要他跨越哦。真需要很多的时间呢，特别是对于说你喜欢上的人的性向的这个部分是跟你比较不一样的人的话，如果说不行，这个是后面要补充的，这可能就不要放在这里了。好，然后再来这个的部分，这张牌的话呢，对洋洋来说，他会可能先选择对他来讲是比较轻松的关系，或者是说是比较自在的缘分。他可能在断联的这段期间，应该有跟别人有暧昧了，或者说可能有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有别的选项，就是说你并不是他的唯一了，你也并不是他所想要去坚持的那个人，那他也不会想要去一直都坚持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的关系，他就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为主，对，所以他也还蛮常会跟别人谈论起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他的感受、感觉，还有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也是非常享受他目前的一个生活的当下。对，所以他也没有因为你们感觉到特别的撕心裂肺的痛，反正就是他会选择是一个对他来讲是比较轻松自在的关系中去生活，蛮自我的一个人啊，也是蛮视死物为俊杰的一个人。好，那看下一张，那这句话就表示说，对他来讲的话，现在这个生活可能未必呢是他所想象得到的，或者是说目前的生活状况的话，也是他前所未有所能够预料得到。那现在每一个生活中的状态的话，他觉得都是一个惊喜，或者是说上天所馈赠给予他的礼物，所以他会认为或许人生可以变得更好。那如果说变得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跌到谷底，他也觉得也没关系。所以现在他心里面是抱持着对于你的思念、想法上的不舍，
然后继续前进他的人生。所以这个人呢，看起来对说这段关系，目前你们还是先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不要为了这个人一直期待他会赶快的回心转意，因为基本上有点困难。当下啦，目前这未来半年内有点困难，对，这个看稳度还蛮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神谕卡，神谕卡呢这边告诉你们说，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你们必须要知道说，跟对方相处不能有抱持着任何的，那个叫什么？有点忘记那个词汇了。好，反正就是无论你们现在到底有多喜欢对方，或者说你们到底希望他回来的话，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上面基础点就是不要再有那种过度的执着跟期待。那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寻找最简单也是最干净、最利落的解决的方式，了解你做你正在做的事情的动机。那在交流中的话，尽可能的要清楚，也就是说，你们开始要去探索你们自己为什么为了对这段关系是特别的执着，或者是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有去伤害到你们自己本来的个人的立场啊、品格啊、人格特质啊，所以有可能你们现在是正在强迫你们自己做你们不想要做的事。那宇宙会希望说，不要再去伤害你们自己了，会希望你们去认清到自己到底是渴望着什么样的一个爱情。对，听起来呢可能会有一点空洞，但是应该在这组的你们自己知道。例如说，你们本来不会去夜店，那你们现在因为失去这个人之后，你们会希望赶快走出来去认识新的人，或者去谈下一段感情，就去夜店了。但是你们心里是抗拒的，那你们就要去探索说，为什么我开始愿意去夜店这件事情。对，所以就会建议你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改变跟原本生活不同的状态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还是说你们会希望透过装可怜的方式，对方会怜惜你们。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个人有点不痛不痒，所以你们还是多爱你们自己一点。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给予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人的话，付费会员的，其实你们一定要去看付费会员的影片，因为它会更完整。因为接下来就是洋洋后面要讲，刚刚可能前面都没有提到，说需要再补充更多的东西。那包含你们如果说是属于同性喜欢上同性向的人的话，你们要去看一下你们本身的专属的影片，对，会对你们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讯息要给予你们。好，那句话呢，就以上给予所谓免费会员免费订阅洋洋频道的人的影片的资讯了。那也希望说对你们会有帮助。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现在目前恭喜就是谢谢大家，反正到9000了。那只要再继续努力呢，洋洋就会在会员的影片里面会分享当初洋洋是怎么踏入塔罗牌的这个领域。对，好，那希望以上讯息对你们有帮助。有需要预约个人占卜的朋友，那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